美国大兵集结在荷姆兹海峡外面，已经到德黑兰门口了。那你伊朗不怕死吗？我告诉各位，舰上的标准3型跟标准6型飞弹是不够的。大家要晓得啊，鹰击12是全世界最好的反舰飞弹，它贴海2倍音速飞，等到距离目标30到50公里的时候，突然升起，然后直攻。在这个贴海的阶段，很多雷达可能会抓不到。等到你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在你面前了。美国海军航空母舰如果一旦中弹，那就等于是偷袭珍珠港一样严重的事情。好，观众朋友，今天中东情势，赶快来看到的是鹰击12，来自于中国大陆的鹰击12会不会驰援伊朗呢？另外，今天也会来关心，也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接下来包括它的北斗跟它的反隐形雷达，如果再加上超音速一起锁定。美国的航母的话，美国有办法抵抗得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我们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如果现在做一个假设，伊朗真的部署了中国大陆的 CN-302的反舰飞弹，也就是它的鹰击12的话，美军的航母还敢开进波斯湾吗？这是航母时代第一次被区域国家拒止吗？第二件事情来看到的是，确实现在美国已经出动它的双航母了，但是也不是说没有弱点。我们来看到它的弱点，包括了它的拦截飞弹，现在根据统计已经是库存告急了，而且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中东的盟友也不愿意借基地给美国，那么它接下来还敢开战吗？中美的武器有没有可能真的在中东这边展开对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美国能够毫发无伤吗？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伊朗它的两手策略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它一边现在谈这个重建它的飞弹基地，那一边又说它要和谈，这是求和平还是在拖时间呢？其实伊朗是在等中国大陆的武器到位吗？包括它的雷达，还有它的北斗反舰体系到位，再来针对美国展开攻击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确实，现在看到在美伊的一个对峙上面，美国它的军事武器已经部署到位了，16个军舰、2个航母战斗群跟7个战机联队，大约是4万名的兵力。集结全面压境在中东，而伊朗也是蓄势待发的。我们来看到是来自于路透社最新的披露，有来自于中国的帮忙吗？伊朗即将跟中国大陆敲定采购 CN-302超音速的反舰飞弹。这个外贸版本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鹰击12了，号称能够制得了就是航母，能够集成航母哦。那么来看到它的特性，包括采的是低空高速的图防，终端还具有超高音速的一个冲刺能力，能够专门针对这些大型水面舰艇，并且具备集成航母跟驱逐舰的能力。现在是连以色列的前情报官员也都开始示警了中国大陆这款武器的威力。他这样说，他说这将会完全改变局面，而且是极难被拦截下来的。伊朗如果真的使用了来自于大陆的鹰击12，那么整个荷姆兹海峡都会在射程的范围之内。中国大陆除了可能提供鹰击12之外，同步有没有可能现在也根据媒体的报道，也会提供其他的武器，像是它的隐形雷达，还有它的北斗卫星的导航数据跟即时的卫星影像一起来做支援。换句话说，伊朗正在建立一个完整的反航母的一个体系。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来关心有关于鹰击12它的战力了。如果伊朗真的部署的话，接下来对于美军的航母有多大的威胁性？再加上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几样武器，不管是雷达，或者是反隐形的雷达，或者是北斗，成为一个体系化作战，接下来对于美国的冲击又有多大？汉庭怎么看？我们要先了解到，伊朗它目前陷入了生存的焦虑跟非对称的制衡哦。面对美军16艘的军舰跟双航母的打击群的极端威胁，所以伊朗知道，目前自己拥有的传统快艇群这种狼群战术呢，已经很难突破在现代化的这种宙斯盾防御网，所以他们急需要一种一击必杀的杀手锏。能够让强敌呢在发动攻击之前，先计算一下自己能否承担失去一艘航母的代价。那再加上中国大陆跟伊朗本来就已经有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的这个状态，所以不仅是单纯的能源的贸易，在西方这种极限施压的背景之下，大陆不仅提供的是建设物资，更是安全方案。所以伊朗呢采购了 CN-302，本质上是把自己的国防
嵌入到了更成熟的中国体系之中。不过呢，也要看，就如果只是单纯购买这样的一个 CN-302。其实也没啥用，因为也要看你具体的跟其他整合性的部署，以及你操作得当与否。否则，如果我们看到像委内瑞拉的状态，你虽然你的手脚的武器是大陆制，可是你的脑不见得是大陆制啊，那可能也不见得有用。不过我们细部来看如果真的一切配合妥当，CN-302配合北斗跟反隐形雷达，就很可能会让美军面临了高风险的作战环境。第一个 YLC-8B 的反隐形雷达呢，它可以刺破幽灵的伪装什么意思呢？它在物理上是一种隐形克星，能够在数百公里外精准捕捉到隐形目标的雷达反射截面积。所以呢，这个美军引以为傲的所谓幽灵，但是在屏幕上它可以变成清晰的红点，所以航空母舰的先发优势就荡然无存。而第二呢，就是北斗卫星的导航了。过去伊朗的导弹受限于 GPS 的民用精准度，或者是俄罗斯系统不稳定嘛。现在如果接入了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伊朗就获得了厘米级的定位精度跟抗干扰的军用链路，让后面的 CN-302不再是盲目投射，而能够有一个可以实时修正的大脑，配合卫星的影像来支援。那最后呢，就是这个 CN-302的超音速突袭了。那它能够以低于20米的高度贴海飞行。对于宙斯盾的系统来说呢，反正因为种种的限制，当雷达发现它的时候它可能距离舰艇只剩下30公里。所以以3倍的音速来撞击250公斤的战斗部，它的动能就相当于直接释放数吨的高能炸药，可以呢废掉一艘伯克级的驱逐舰。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如果真的能够3位一体，那么美军面临的就不再只是零散的骚扰，而是一个完整的、封闭的、几乎不可拦截的死亡网络。好，所以现在的关键就是说，伊朗获得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武器，而且必须要是体系化作战的，不可以是单一的武器，才能展现它整体的作战的这个魄力、威力。那美国呢？我们来看到现在美国又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准备？表面上它的声势非常的浩大，不过它也有一些弱点。我们先讲它的优缺点。首先，它现在寄出来的各种武器，包括了16艘的军舰、2艘航母，总兵力4万，然后还部署了18架 F-35、17架 F-15跟它的 A-10攻击机。好，现在来看到它的弱点，一共是2项，是来自于《华盛顿邮报》特别做的揭露。他说是美军高层私下跟白宫说的这2个致命伤。第一个就是它的防空拦截的弹药，现在库存看起来是非常的吃紧的，这当中包括了爱国者飞弹等等。再来就是盟友，他们其实是不愿意参战的，阿拉伯国家甚至不许用境内的基地来帮助攻击伊朗。反观伊朗现在不断的强化它的武装我们来看到它正在修建的各项的武装，包括它的飞弹基地、它的空军跑道都已经恢复好了，还有它的这个固体燃料飞弹设施也全部都完成重建了。现在看起来，伊朗正在重建当中，又有了中国大陆的帮忙，有没有可能美中接下来在中东这边展开对决？那美军还能毫发无伤吗？那干哥又怎么看？刚刚汉庭把那个鹰击12讲得非常的清楚大家要晓得鹰击12是现在可以号称为全世界最好的反舰飞弹。要得到这样的美名并不容易你要知道，因为像美国俄罗斯他们多的是这种超音速的反舰飞弹。可是那这个飞弹呢，它优点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就是说它贴海20到50公尺飞行，当时它是以2倍音速飞，它等到距离目标30到50公里的时候，它突然升起，然后直攻，在这个贴海的阶段，很多神盾也就是宙斯盾的雷达可能会抓不到，等到你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在你面前了，它在你面前，那宙斯盾指挥标准飞弹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可能到最后就是进破武器系统要去拦它了。如果拦不到的话，航空母舰就会中弹。那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回溯一下2年前，常常会说，哎呀，这个华盛顿号在那个荷姆兹海峡被打残了，被那个胡塞组织青年运动他们给打残了。我那时候在看，就说没有一家国际通讯社有这样子讲，所以千万不要开这样的玩笑。为什么？美国海军航空母舰如果一旦中弹，
那就等于是偷袭珍珠港一样严重的事情。对，为什么？那代表美国的国力。那你现在所看到的说，这个他们采购 CM302，也就是鹰击12飞弹哦，伊朗有个很大的伤，也就是我曾经说过的，你要用什么载具来投射？哦，它可以用飞机载，它也可以用船来打，但是伊朗没有这么大的船，也更没有那么大的轰炸机，所以我提供了 CM302。大家要知道，这种超音速反舰飞弹非常大一枚，你如果没有足够的载具，你是不能够发挥它的功效。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伊朗如果敲定跟中国买 CM302，也就是鹰击12的话，它一定有附加它的载具在里面，不然的话，它的用处恐怕就不大。可是我们回头再来看看美国啊，美国已经16艘军舰在红海了，对，再来就去赫姆兹海峡了，就已经到德黑兰门口了。那你说这么多军舰都过来了，那你伊朗不怕死吗？我告诉各位，到目前为止啊，舰上的标准3型跟标准6型飞弹是不够的。什么叫不够？也就是说，所有的美国海军的这个就是水面上的舰队，他们都携带了标准3型或是标准6型的防空飞弹。这种防空飞弹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打海面的目标，也就是既可对空也可以对海。可是现在的数量是不够的。我举一个例子，去年美国的海军舰队司令部司令考德尔上将，他对着那个美国的军工业，他开会的时候，他直接讲一句话：我绝对不会原谅你们。他讲的话非常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的舰队没有足够的标准飞弹。所以今天这个新闻就验证了1年以前舰队司令部的司令他所讲的话，到现在没有改善。你知道吗？缺乏这么多飞弹，库存告急。为什么会告急？很简单啊，就是因为最近支援了以色列去防什么？防伊朗打过来，就去年嘛，防伊朗打过来的那个飞弹，所以花了很多。因为美国是无条件提供给以色列的，所以耗费很多。在这种情况底下，还有在这个海峡上面要预防青年组织他们打飞弹过来，所以像这样的飞弹，还有另外一种叫爱国者，爱国者耗损最大。那你知道五角大厦也评估了，要恢复库存要5年，要5年。他们还讲了另外一个数据，他们说要恢复送给乌克兰的标枪飞弹，比较小的那种反坦克飞弹，要13年。大家知道吗？所以4万大军，美国大兵集结在那个荷姆兹海峡外面，你等上了岸以后，你恐怕发现你反坦克飞弹你都不够，更不要讲说我刚才讲的那种对空拦截的那种巨大的飞弹都不够啊。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讲一句实话，就是说你粮草先行啊，结果你发现粮草也没来。然后你川普，你现在要大开杀戒吗？你要先想想看，这一次的作战很恐怕只是一个有限战争，你要快速取胜，快速在谈判桌上面取得进展，不然的话，你真要打他的话，你恐怕48小时之内就必须要撤退了。好，所以现在面临在军事上面的不足，不管是在这个拦截弹药的不足，川普敢不敢先开第一枪，这个还要持续的做观察。倒是伊朗现在，为什么突然间又慢慢的好像展开示好？他现在说了呢，他愿意来展开核谈判，在日内瓦这边他想要谈，这是来自于伊朗外长的最新说法，而且他也特别强调了。他说：“伊朗，我们接下来不会发展核武，但是还是绝对不会放弃和平的技术性的一个权利。那么时间点也非常微妙，因为现在看到伊朗好像在实施的是2手策略，一边它还是持续发展它的飞弹系统，还有它的防御系统，但是另外一边又好像示好说想要跟美国来好好做谈判。大家也在解读说，川普这个伊朗到底在想什么？他是不是现在呢正在等中国大陆的武器完全的到位，才会对美国展开攻击？那大使又怎么解读？其实伊朗我们今天观察，从很持平的观点看，伊朗已经做了很多让步了。那就不晓得美国到底要求伊朗是什么？因为伊朗的外交部外长已经多次声明，他说我们已经草拟好一个有关发展核武协议跟美方要签核武协议的一个草案，准备26号带到日内瓦去谈。那
这一次在谈判的时候，美国只提出2点要求啊。第一个就是废导，导是什么？导弹，他要伊朗把他的导弹系统啊把它废除，自废武功。第二个就是废核，那废导的部分，伊朗说绝对不可能，美国也没有继续再谈啊。那废核的部分，伊朗说我没有要发展核武，我也不会发展核武。那可是呢，我发展核子和平用途的能力啊，这一点我不能放弃。所以就是大家这个立场。然后现在已经传出来，就是说我可以把我已经提升到60%的这个浓缩铀我可以送到国外，大概就是送到俄罗斯，去把这个浓缩铀的丰度把它降低。对我手上不拿了，我就交出去了嘛。那这一点事实上的话，伊朗部分已经讲得蛮清楚了。可是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施压，从来没有针对伊朗这一些提出来的具体方案做任何回应，只是说伊朗就是说这个对美国的威胁很大，而且最近说这个伊朗已经在研发可以直接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了如何，然后说伊朗若拥有核武的话，那这个对整个区域来讲，对世界来讲都是极大的威胁。中东将永无宁日，陷入无止境的这种战争，所有的这个中东国家都会生活在恐惧之中。而且说呢，我们现在对伊朗这个采取这种军事威胁所有的中东国家都将获益，而且大部分都支持我们。那这个对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得到的讯息又不太一样。对，因为伊朗已经说我没有要发展核武，我要放弃了。而且我现在已经拟了这个核武协议。那所以就变成这个中间，伊朗的立场跟美国现在持的立场有一点落差，而且昨天还有这个相关的美方人士传出来说，已经准备打了，而且就在26号，谈判之前是小打还是中打，就不断的传出就是打的这个风声。那川普今天在这个国情咨文对伊朗也毫不放松也就是说，伊朗你不放弃核武的话，这个对我们威胁太大，你会产生你会有这种非常危险的处境。那所以现在就有一点点感觉上美国跟伊朗好像不是在同一个频道上在沟通。那美国硬是说伊朗不放弃核武，伊朗是说我已经放弃了。所以呢，到底是有意没有听到对方的声音呢，还是真正没听到？我觉得有意故意不听到对方声音的可能性比较大。今天的头条焦点，我们聚焦在中东的情势。先来特别要来关注到是德黑兰现在铁穹正式的成型了。今天也会来关注到细节项目，包括来自于俄罗斯的500套柳树，再加上伊朗自己的赛亚德3G 会猎杀美军的战机。那么哈米尼已经交代好了，他的继任者会做全面的反攻。这场战事怎么发展？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深入关注。3个火线话题，我们今天也会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特别来关心到了川普，他现在已经祭出了，包括2艘航母都压进到了伊朗的门口，另外再加上270架的战机随时待命。伊朗现在有什么底气不怕美军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强势压境之下。再来，我们会关注到的是，有了俄罗斯的这一款这个监射飞弹柳树，再加上伊朗的最新的这个是赛亚德3G 的防御网。军事面，我们今天也会关注，在这样子的一个压力之下，美军还能够像当年的贝尔格勒轰炸那样打吗？最后会来关注到哈米尼，他已经选好了他的继任者，再加上现在说代理人战争可能会从中东地区延伸到欧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川普真的敢动手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深入的关心。好，本周我们就要关心到是在阿曼的斡旋下，在日内瓦这个地方会重启美伊之间的谈判。那么谈判桌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背后更是暗潮汹涌。尤其现在刚刚关注到了美军的动作，除了2艘航母之外，还有270架的战机都在待命。再加上我们来看到来自于美国的特使，他现在也说出了川普的压力。
力哦。他认为川普现在其实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伊朗在这么大的一个军事的威胁下，到现在仍然可以不屈服。川普为此感到非常的纳闷。好，那么我们也来看到，那到底伊朗有什么样的底气，可以到现在还是不屈服呢？首先，我们要来看到是伊朗跟俄罗斯，其实在去年12月的时候就已经完成签署了一个军售协议，金额高达5亿欧元，并且这些武器会在3年内做交付。这当中细节来看到了，包括了500套柳树的这个防空的系统发射器，还有2500枚的肩射飞弹。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伊朗自己也准备好了自己的飞弹系统，他在荷姆兹海峡这边举行首次的实战的一个测试军演，那么还测试了他的长程海军防空飞弹赛亚德3G。今天我们会请来宾特别帮我们解析这一些武器哦，可以建构的是150公里的防御网，拦截目标包括了有战机、无人机，还有巡弋飞弹跟海上巡逻机等等。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看到了遏制的这款武器，再加上伊朗的这个3G 的萨亚德，对于美军的威胁到底有多大？川普在这样子的一个压力下，还能像当年贝尔格勒大轰炸这样做，或者是说上次的午夜之锤这种快速打击，他敢做吗？干哥怎么看？好，所以说伊朗终究不是当年的贝尔格勒，也不会是最近才刚刚发生的委内瑞拉。为什么？那这一次哈，他从俄罗斯引进了500套柳树，柳树我要特别讲一下，它的就是官方的编号叫9M336啊，那它的前身是9M38、9M34啊，就是针式跟箭式肩射防空飞弹。说穿了，这个柳树飞弹就是单兵带的，就是扛在肩膀上面。那你可以这样想，那这个它的射程范围的话，应该不高，对，它只有7到15公里的射程而已。但是它会有一个什么效果，你知道吗？就是美国海军又贵又高的那种F-35，那个战斗机，你飞一点点，飞低一点点看看，你如果飞得太低的话，你就会被我的肩射飞弹给打下来，而且你很难从红外线讯机上面去找到发射飞弹的这个士兵，这就是肩射式飞弹的好处。那它继承了以前就像美国的相同的标准的那个飞弹，就是刺针飞弹，我们国军也有啊。其实它的工作原理跟它的性能范围都差不多啊，就是差不多10多公里的射程，有时候甚至到了面前，眼睛已经看到了才打。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什么？就是最后的一个制止的手段。那但是这次要买那么多的话，我坦白讲一句，很多500套，对，500套发射器。然后再买2500枚飞弹，你知道那一枚飞弹多少钱吗？20万美金，那并不便宜啊，就打出去就是800万台币，打出去就是800万台币，其实并不便宜。那所以说它也经过相当的改良，以前的肩射式防空飞弹只能够什么？只能够对付什么？你飞机发射出来的红外线讯号，它就去追那个热源，去追它。那现在它也可以发展到这个柳树飞弹，它可以主动找目标，主动去追目标，然后呢，它也不会受到另外的电子干扰。所以说，这一种飞弹，其实老实讲一句，是在这俄罗斯的部队里面最新的一种配备。那这次买了这么多，那我们就要讲说，如果美国航空母舰联队啊，舰载战斗机联队在侵入荷姆兹海峡之后，直奔德黑兰的这一路上的过程之中，它会不会遭受到像柳树飞弹的这样的拦截？因为从去年的那个12日战争，当时以色列跟美国联手破坏了，把伊斯法罕那个核子设施给打得稀巴烂。那个时候俄罗斯并没有帮忙啊，没有站出来说啊，我一定要赶快去帮伊朗一把或等等之类的。所以说，俄罗斯在这一次的交易之中，它也有一种好像是把去年没有答应伊朗的事情，今年这一次我悄悄的帮你完成一下，就是我偷偷帮你补齐了这一些这个防御措施。然后他们又在荷姆兹海峡首次展示了实战化的长程海军防空飞弹，叫赛亚德3G。赛亚德3G其实就跟俄罗斯的那个就是舰上版的那个榛果树飞弹是一样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其实它这次最大的意义是，它从
伊朗海军的垂直发射系统发射出来，这个意义非常重大。为什么？因为一般而言的话，你只能够发射一枚，再补一枚。现在我用垂直发射系统，我可以连续多发。对于美国的舰队入侵，那个空军力量的入侵，它能够连续齐发的话，是美国海军它必须要忌惮的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啊，他们那个俄罗斯这个赶快帮忙了他部署了这批飞弹。对于伊朗而言，是美国是对于伊朗而言是真的是及时雨，然后美国是必须要非常非常小心应付的。好，现在我们看到，所以美国现在面对于来自于伊朗的压力之外，其实还有俄罗斯的协助。那其实川普现在考虑的事情，除了说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在军事上面压境之外，他其实考虑的还有包括干脆直接就斩首哈米尼父子，这样子做其实是最快的。那现在来自于《纽约时报》也特别做揭露，说川普你是有想到这一招，但是确实哈米尼早就已经做好准备了，他已经指派他的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来替军政高层建立了4层的继任的顺序哦，也就是说，哈米尼一旦出事的话，政权是能够被无缝接轨的。那现在其实呢，川普还有专家们也都在担心的事情是，如果斩首没有办法立刻达成的话，恐怕会激起的是当地的民族的运动哦，把美军拖入在中东的泥淖当中。就算川普原本规划了2阶段的打击，恐怕都是无效的。介大使怎么解读？其实川普的剧本想法，其实你可以现在归纳起来，也不过看的就是6套。那么哈也没有，就是4套好了哈。那就是说，我们就分4套，分前2套跟后2套。前2套很简单，川普打的算盘就是说，他现在不断的军事集结施压，然后外交战场在施压，然后呢军事大军压境。他希望达到一个目的，就是什么？伊朗不战自溃。如果根本不要打你，你就自己就怎么讲？内部就怎么样？自己就怎么吵起来了？内部就把这个现在的这个政府就取代了，然后一团乱局。那这是美国希望得到。另外一个呢，要不战自降。压力那么大，就跟美国这位这个特使讲说，奇怪了，压力那么大，怎么还没屈服？他的意思就是说，要人家不战自降。是我压力军队放你旁边，你就自己准备投降吧，对不对？这是他两个想法，这是如意算盘。到目前为止，2个都没有发生啊。那另外一套2个剧本呢，就是战而后溃。有时候我出兵了，你就溃了，你就立刻怎么样？这个国防军跟这个革命卫队2个就干起来了，总统跟这个最高领袖2派人马也干起来了。一战的时候，2边就什么吵起架来，不战而后溃。那另外一个呢是战而后降。我跟你打了以后，发觉不行，我就投降了。可是这2个最大的差别，前2套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后面你要战而屈人之兵，对不对？那川普显然他不想战，因为昨天川普又出来解释了，因为美国的媒体就在那边说实话，我们不要，我还好你没有领用太多美国媒体通通在造谣，而且都是为自己目的在造谣。有一个媒体，自由派媒体说，这个战争川普非常想打，川普是主战派，可是美国军方他的最高的统帅也就是说参谋长的联席会议就明白跟他讲，这场战争不能打，那个后果很严重，不要打。结果这个报道一出来以后，川普一看又火了，又出来主持记者会，他说这个报道纯粹是胡说八道，我是属和派，那个军方是主战派，军方很想打，我是不想打，我是希望透过外交解决。所以到底是怎么样回事？我觉得还是以川普为准啦。川普不想打，那这个东西你战而后溃有可能，战而后败也有可能。可是你要战，你就刚刚讲起来，那个伊朗手上的东西，美国也要算算，你也准备死多少人啊？你是准备死500人，还是死1000人？拜托，美国人连50个人的生命，美国的总统都不敢承担。我跟你讲，这场战争最后就变成说，
你为何而战？对不对？你为何而战？所以现在川普的问题就变成啊，我觉得他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变成，他现在上马容易，军队都叫来，兄弟都叫来，大家都在那边哈，摩拳擦掌，准备要退了哈，就是要火拼了，对不对？那你突然不打，对，那这些来的人就说你开我玩笑，那其他在那边吃瓜群众也在想说啊，你又来了，你又他口了，对，所以上马很容易。现在川普最大问题怎么下马？哎，那这个下马我们就看川普到底是什么，小打一下就跑呢，还是根本就找一个理由呢，就夹着尾巴就把军队送回去？美国记者已经讲了，美国媒体讲说，如果不打的话，这是平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威慑行动，成本是最高的一次，不打，可是呢？钱花的是最多的一次。好，现在川普打也不是，啊不打也不是，那反倒哈米尼都已经把他的4任的继任者都已经准备好了，现在看起来是鱼死网破吗？那总编辑又怎么看？其实我非常同意刚才大使讲的哦，其实川普不想打，为什么？川普上来，我们都知道，他最重要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复兴美国。那整天打仗对美国来讲，如果他亲自下海，他不止不能复兴美国，美国会进一步衰弱。当然，对川普来讲，最理想就是像俄乌战争这种形式代理人战争，他军工企业各方面能够这个割韭菜，但显然伊朗目前的形势并非如此哦。也因此，我认为如果未来形势走下去，它会介于一个委内瑞拉还有去年12日战争这样的一个混合的形式。首先，就委内瑞拉类似的翻版，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川普大军集结。然后不断跟伊朗进行了好几波的谈判，那伊朗其实这一阵子压力很大。大家知道，伊朗几个月前政权不稳，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好像有颜色革命这样的一个风波，主要是经济太差，特别是物价飙涨，让很多老百姓受不了。因此，川普和这个伊朗其实谈就是，你这个核计划冻结或者拆除很多设备，你的弹道飞弹等等，进行一个紧缩，我可以放宽这个经济方面的制裁等等，就是胡萝卜和大棒用这种方式。另外，我认为美国积极在做的就是类似委内瑞拉这种收买伊朗，甚至高价贿赂伊朗内部，不只是可能政治人物、军事人物等等，他采用这种瓦解对方的方式。但这个需要时间，而且那对美国来讲，能不能 hold 住这样的状况，特别是这个川普有来自以色列的压力，也有来自他国内军方的压力，他能不能 hold 得住，把这个形势继续推展下去，让伊朗然后这个受不了，然后自己这个进行很多妥协。但总体来讲，我认为以色列因为急于要摘除伊朗的核能力，因此这种开打的压力对伊朗是蛮大的。但如果真的开打，我认为伊朗也没有什么很好的防御手段，毕竟刚才这些防空系统对伊朗来讲，可能像去年12日战争，伊朗这些防空系统像筛子一样，不止以色列重要的战机、空中目标没有受到严重的打击，因此它是单方面挨打，它唯一可以依靠就是弹道飞弹，会重演12日战争这种相互远程交火，但最后状况极可能是伊朗还是苦苦在那里硬撑，整个中东的形势事实上还是维持目前状况，没有太大的改变，大家都是继续拖下去。好，继续拖下去。那现在战事看起来其实也是一触即发的。那其实现在华府担心的事情，不只是在这个中东这边爆发这场战争，现在其实来自于《纽约时报》的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其实现在华府也非常的担心会不会扩散从中东到其他的欧洲国家，变成一场代理人战争。因为包括伊朗这背后，它有一些其他的代理人，像是也门胡塞组织可能恢复在红海这边的攻击，或者是真主党，甚至可能动用的是巡弋飞弹跟弹道飞弹，一旦真的开打的话，美军将会付出长期分散而且不可预测的代价。那像这个又怎么看？那川普承受得起吗？代理人战争？我想主要是代理人战争就是造成我们看到俄乌战争的这个消耗战。那这个消耗呢，其实就会拖了很久。但你说代理人战争，我觉得在美国跟伊朗这当中有点微妙。要什么呢？其实因为真正的敌人，或像对方是以色列跟伊朗。
但是现在有点美国有点公亲变事主哦，就是美国变成以色列的代理人，所以它本质上还是有一些微妙的，跟美国非要把伊朗怎么着这个部分的总的大战略目标，或对美国的真正最大利益，其实跟以色列不同。以色列就在这个中东的局里面，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是在看，我始终认为，对于伊朗要不要动手，还是要回到在整个这个美伊或者是在中东当中，就是首先第一个是军事要掌握的情报。这个以及当中要付出的代价，如同前面几位所提到，要花多少钱？我认为特别我们在思考美国，现在在讨论美国这件事情，其实不要讲从思考整个美国五角大厦，现在美国的就是100%就是川普的意志，跟过去说拜登时代当中有很多幕僚在互相决定、互相拉扯不太一样。川普在决定什么就是什么，而且川普作为一个顶流的商人，你一定要相信我，要理解他，他很在乎钱的。他非常在乎花多少钱，花钱能够获得多少代价。白花钱这种事情他是不干的。所以你说现在没有说那么多部队在那个地方都在花钱没有错，但他有没有从其他的方式去获得？我认为现在是因为这个都不太明朗的是川普。不确定他花了这个钱从哪里来，所以还在琢磨，而不是我那么认为说是这个政治当中的这些碰撞。而且我觉得现在作为一个情报上、军事上也需要动态的评估。伊朗现在有个状况，他好像还是要跟你谈，没有像过去显现伊朗就不怕死。我们都知道敌人最可怕就是他是个不怕死的敌人，目前看起来伊朗好像也要在找一些缝隙要活下去，所以表示里头确实有一些磋商，无论针对钱跟情报的空间。我觉得现在还有包括美国自己本身的情绪也让川普很头痛。我唯一现在观察在意的是，川普有没有因为现在因为关税受到很大的挫折，在国内遇到还有 ICE 这些挫折，这个顶流的商人他可不是会硬吞啊，商人们都是我如果不爽，我一定要找个地方有出口。所以我现在唯一的我觉得在俄罗斯对不对，在整个伊朗状况当中，有没有可能是川普个人的情绪爆发的转移，而让他在所谓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客观思考当中有一点点落差？因此，真正的不是情绪，是川普的情绪。好，接下来赶快来关心到中东情势哦。现在是不是美国说的开战倒数正式的进入10天内？川普也下了最后的通牒，包括了祭出在中东附近的双航母。那么另一头呢，我们要看到中俄现在联手锁住海峡，荷姆兹海峡。今天会一起来关心在中东的整体情势。好，现在其实非常的紧绷，因为川普下的最后通牒对伊朗，一方面是好好的谈，另一方面军事上面也有祭出新的动作。川普在政治上面对伊朗下的最后通牒说，10到15天，我给你一个期限，如果呢核谈判还是没有办法突破的话，不排除动武了。那确实现在看到了，包括福特号跟林肯号都已经正式的进入在地中海跟阿拉伯海域，等于现在在中东地区已经针对伊朗形成了一个南北的夹击态势。其他强化部署的部分，我们也来看到美国祭出的各种270架各种的战机进入随时可以发动一个远距离精准打击的预备状态，并且呢也出动了美国的电战机，它的各式的预警机，并且在 F-16上也是第一次挂载代号是愤怒小猫的先进电子战的吊舱。我们来看到五角大厦也跟川普提出了很多他接下来可以使用的方案，这些方案包括了有限的精准打击、分阶段的升级，还有一个是斩首行动，这是最高的一个行动，斩首行动。那现在美伊到底有多紧张？我们看到包括了南韩跟波兰政府已经公开呼吁自己的公民赶快离开伊朗。那学者也做分析了，美国跟伊朗现在其实是在高风险的一个状态，一旦双方有任何的误判，就会升级为区域性的一个冲突。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的，川普的极限施压，双航母都压境了，能逼伊朗退让吗？那如果真的动武，可能会采取哪一些军事行动？委员怎么看？现在能够救川普声望的只剩下伊朗。他必须在伊朗里面建功立业，才有办法救他自己的声望。那要建功立业，必须得到什么？得到以色列的绝对安全。以色列绝对安全有几个步骤：第一个，要求伊朗废核；第二个，要求伊朗限武，就是限制弹道导弹啊；第三个，叫铲除革命卫队；第四个，铲除神棍政权。那这4个步骤都完成的话，以色列的安全是绝对保障的。而且可以使得伊朗不成为中东的霸权。至于所谓区域冲突，不会啦，打来打去就是美国、以色列、伊朗，没有别人会参加啦，别人也不会受损啦。那
大家在要求说公民撤离什么，就是看法跟我一样会打仗啊。那川普一定开的条件哦，他的个性是这样的。你如果退一步，我就继续加码；退一步就，你可以看到关税政策就有这种迹象了，所以会压到了伊朗没有办法答应的程度。那怎么开打啊？虽然有人讲说是什么有限精打什么斩首行动，其实一样的东西。他第一个他只会用大轰炸，那现在只是看他的本事，他能不能像贝尔格勒大轰炸连续炸了70几天？他如果能够连续炸个100天，伊朗一定垮了嘛。因为他炸的不是老百姓，他炸了政府机关、革命卫队，而且伊朗是毫无反击的能力。那有人在讲说什么中国、俄罗斯啊，跟那个伊朗啊，在那什么阿拉伯海啊，在这演习，那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啊。中国、俄罗斯也不敢插手，也没有能力插手，因为这一场是空军之战，中国跟俄罗斯在那边毫无空军可言嘛。那对这个伊朗，他现在要面对的刚好就是这个政权最脆弱的时候。他这个经济搞垮了，社会声望也搞垮了，政治的这个所谓威望全都没有了。那这个正是美国推翻这个政权最好的时机。那有人说，哎呀，大部队没有上去就没办法推翻，这个跟阿富汗不一样啊。阿富汗是说你要重建一个政权，你要保护新政权才需要这么做，他根本要成立政权啊，他就把老的政权炸得稀里哗啦的，让他到处跑，瘫痪掉就可以了。因为他现有的国防军就有机会，国防军很想政变，没机会政变，你创造他们让国防军政变的机会，没什么不好啊。所以不是伊朗本身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反对美国去轰炸伊朗。甚至有的还暗中窃喜，你最好把这些哈梅尼都炸死了，只是情报领不领而已啊。所以这神棍政权，这革命卫队声望已经掉到谷底了。现在就看川普如果把这些铲除的话，那以色列的安全程度当然提高，战争以色列会受点损失可以，但以色列经得起，没有问题了哈。所以虽然这些配备啊等等，重点还是我刚才讲的，贝尔格勒轰炸了70几天。你能不能轰炸100天？有没有这个本事？因为要很多很多的弹药啊，很多很多的武器啊。那如果行的话，伊朗一定垮，伊朗这个神棍政权一定垮。那如果你轰炸不了100天，那就变成要不要来个第2次啊？这个就有一个桥的空间。但是除非伊朗愿意怎么样，奉上不平等条约，我会合，我献武，然后那我约束我的革命卫队的这个控制范围。他现在伊朗是用革命卫队来控制这个国防军，就像纳粹用党卫军在控制德国国防军一样的道理啊！这个东西，这个锁链只要被解除，国防军一定会跳上政坛来政变取得政权，这是伊朗的传统。好，所以我们看现在川普喊的最后的开战倒数时间，做给伊朗的警告。那一方面也是针对伊朗的宣示哦，就看川普接下来的决心。那在伊朗的方面，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了中俄的角色加进来，是有来自于 X 账号特别做的披露，说伊朗跟俄罗斯已经互相达成了一个5亿欧元的军火协议。那《华尔街日报》也说，中俄伊3国计划近期在荷姆兹海峡这边举行联合军演。特别注意到的是，在乌代德基地这边，美军数百名的美军已经开始做撤离了。外界在说，主要就是因为担心伊朗接下来会有这个弹道飞弹跟无人机的饱和攻击。针对这些议题，尤其在中俄此刻的动作，吕舰长怎么看？我们在过年前我们就讲到啊，对于伊朗来讲，它就是以拖待变。那对于美国来讲，它就是等航空母舰。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说看到航空母舰的动态的话，那我们讲到2月9号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发现福特号它有其他的改变，但是我们看到布希号好像已经出发了。那但是如果说我们看到更近一点的，也就是2月17号的话，实际上来讲，第一个先准备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其实现在已经穿越了，也就是福特号。那但是布希号呢？那我们等着看今天晚上那个美国它这一个海军的一个新那个学院它所公布的这个内容啊。但为什么他们会派出这个航空母舰呢？其实这个最重要的，也就是它需要舰载机。舰载机的数量其实比它部署到现在我们看到约旦或者以色列的数量还要多，而且灵活。那我们讲到说，这有关于10天到15天的这个期限呢，其实都是假的。那上一次川普也有给
这一个伊朗时间呢，但是第二天就攻击了，所以这一个完全是看什么时候进入这一个福特号的攻击圈内，它只要一进入，然后那个它相关的情资，然后有关于那个相关的交战准则一旦完成，马上就会发动。那其实我们讲到，对于伊朗来讲啊，伊朗其实它一定不会无核化的。如果无核化的话，其实现在那个就像刚刚郑源老师讲的这一个神棍政权啊，他的这一个首领哈米尼一样活不下去。不相信的话，去看一下利比亚当初是怎么样。那至于说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刚刚看到的都是航空母舰的部分，其实它有非常多的运输机从美国本土出发，或者是从欧洲出发，都是不断的加强以色列以及约旦的一个部署。这个也就是刚刚那个蔡正元老师特别讲到的，你准备了多少弹药？我们看到那个它的运输机是非常频繁的啊。那至于说啊，我们看到说刚刚最后有提到一个愤怒小猫，愤怒小猫就是针对的中国大陆以及俄罗斯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装备，它其实它是一个征收的夹舱，它为什么旁边有2个白色的一个装备？那个也是 sensor， 那个 sensor 是建构一个什么？它可以接收米波雷达，因为其实现在可以完全接收米波雷达讯号的，也就只有愤怒小猫而已。那所以现在那个五角大大说，这个 F-16已经准备带着这个愤怒小猫前进到这个战场了。也就是如果中国大陆启动了，或者是俄罗斯启动了它的米波雷达，也就是它的电磁参数，一次都让美国掌握。因为美国当初对于这个米波雷达只有从乌克兰获得，但是到底如何运用，或者现在进步的程度，美国并不了解。所以我们讲到说，每一次的战争啊，我们看到的都是血淋淋的部分，但是对于大国来讲，那个正是他们的这一些装备角力的最佳时刻。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美国在外部针对伊朗做了极限施压，但是内部我们要来看到是不是它也影响到，希望能够影响到内部的政权来做一个政权的更换呢？因为最新消息是美国的特使他说了，接受川普的一个指示，会会晤伊朗的前王储。那刚好伊朗现在比较敏感的是，他的大学正在爆发反政府的示威，所以现在看起来一边是会晤王储，一边内部又有示威，是否现在美国透过外部势力要推波助澜，帮助伊朗来推翻他现在的政权？杨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他当然在内外都在用一些非军事的方式，经济制裁已经是几十年了，然后呢，外交上的压力，那同时内部的这种可能的鼓励或者是渗透，我觉得大概都有，但大概都不会是太关键，因为在现在大学的示威大概只有几百人。那个王储呢，他在海外很支持，可是，在伊朗内部呢，其实我们很难去判断他是不是还有足够的这个支持的力道。那因此，美国现在的确在思考，就是所谓的后哈梅尼时代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可是现在从美国的媒体看起来，我看各方面的报道，他们认为这个礼拜会先小打。也就是说会先这种教训式的，然后呢，飞弹攻击式的去打一波，打一波之后呢，川普已经在问了，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伊朗不投降？他明知道已经撑不下去了，所以他大概知道伊朗等待你这个小打，看能不能撑得过去，然后是不是美伊之间会进行协议？那这个协议当然美国的要价就很高，伊朗是不是能够去负担？不是只有核协议就会满足的。美国基本上是要削弱哈梅尼政权的控制，然后呢，逐步的去瓦解，因为他知道这整个伊朗最后的关键，核是一个问题，但是呢，整个神权政权才是真正的关键。所以，可是你要去完全的去让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间点去产生就是政权更替那个代价可能很高。你光不知道你武器的库存够不够，你产生的这个区域冲突会如何等等之类。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他最好的方式，也许是认为说，先来小打，产生协议，让伊朗整个神权政府这个削弱，然后呢再做更替。
可是这个话能不能够真的那么美好的去推动哈？可能是不是川普最后还是需要一种蛮大规模的攻击之后，伊朗政府才会真正的退让？而伊朗政府，美国到底要伊朗政府只是退让，还是说要伊朗政府立即的败亡啊？他可能也在面临到不断的评估。